2016年3月，当布克国际奖的入围名单正式公布时，这个被誉为当代英语小说界最高荣誉的奖项，再次展现了其对作家持续创造力和发展潜力的表彰，以及他们在世界文学舞台上的整体贡献。在这份令人瞩目的名单中，虽然村上春树和帕慕克这样的文学巨匠入选已不足为奇，但真正引起广泛关注的，往往是那些来自此前从未有作家入围的国家的新面孔。这一年，印度尼西亚成为了这样一个国家，第一次有本土作家的身影出现在布克国际奖的候选名单上。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经深刻指出的那样，文学史上最令人振奋的事件，往往源于文学新人的崛起。这些新兴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时代的产物，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更是在哺育期成长的本土语言的结晶。作家虽然受益于本土语言的滋养，但换个视角思考，这也意味着对印度尼西亚这个千岛之国而言，他们正在孕育一位能够向世界讲述本土故事的杰出作家。而作家的声音正是对本土语言的深情回响。那些神话与信仰、城市与诗歌、魔幻与现实的元素，将通过作家的笔触展现在世界各地读者的面前。这个人就是埃卡·古尼·阿湾，印尼当代最具原创性的小说家。1975年11月28日，埃卡·古尼阿湾出生于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打横，父亲是一名裁缝，同时在一所学校兼职担任英语教师。在10岁之前，埃卡跟着外公外婆生活在西爪哇东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那里地势崎岖，因为没有公路通往村子而与世隔绝。简陋的家中难以为埃卡提供书籍，但外婆跟另一位寡居的老妇人却是极会讲故事的高手。每天稻田里的劳作结束后，埃卡就和村子里的孩子们聚在廊台上，听外婆或老妇人绘声绘色地讲童话故事、民间传说以及村庄的历史等等。文学最初正是以这种听的形式进入小埃卡的世界，那段时光也使得埃卡对故事以及人们如何讲故事产生了浓厚兴趣。1984年，埃卡回到父母身边，在庞安达兰读小学。这是一个人种混杂的商业小镇，位于中爪哇与西爪哇之间。小镇没有书店和公共图书馆，父亲便经常从学校的图书室带几本书给埃卡看。不过没多久，埃卡就在汽车站和海边小旅馆的后面发现了卖书的小贩，那里出租小尼本土的恐怖故事、格斗漫画以及胡乱翻译的侦探小说和爱情小说等。受此熏陶，11岁的埃卡开始写诗和小故事。17岁时，埃卡被日惹的加扎马达大学录取，但选择的专业却是他没什么兴趣的哲学。他只好钻进图书馆寻求其他精神养料。幸运的是，他们大学的图书馆里恰好有一间美国大使馆资助的美国研究图书室。在那里，他找到了马尔克斯、塞万提斯以及博尔赫斯小说的英译本，以及果戈里、托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大师之作。当然，这点美国研究突出势力自然也少不了福克纳、海明威、维尔蒂斯女、贝克等名家的作品。大学将小尼全国各地的学生聚集一处，他们的宗教信仰、种族语言、风俗习惯、理想抱负千差万别。埃卡切身感受到了这种文化冲击，但无论怎样冲击，都不难否认这是看似多元实则统治的文化碰撞。只有在那间美国研究图书室里，埃卡才能置身事外，去到更广阔的天地探索。而这片天地平时少有人涉足，因为在当时精通英语的小尼人很少。埃卡可以集中精力，全身心地钻研世界文学。1998年，23岁的埃卡开始在雅加达的《星期天报》上发表短篇小说。2年后出版首部短篇集，大胆地取名为《厕所中的涂鸦》。又过了2年，27岁的埃卡出版史诗长篇《美丽是一种伤痛》，此书使他一跃成为小尼文坛最值得关注的新星。这部巨著由埃卡早期的3本小说合并而成，内容跨越了小尼的荷兰殖民统治时期、日本侵略时期、1945到1949年的革命时期、20世纪50年代的伊斯兰极端主义骚乱时期、小尼共产党兴起到最后被血腥镇压等历史时期，以及早期的苏哈托统治时期。不过，
小说的背景却不是全国性的，故事只在印度洋沿海的一座无名小镇里发生。埃卡想法荒诞，叙事夸张，写作技巧娴熟，他将遗留在这片土地上的血腥历史、家庭悲剧、传奇故事等等，以一种残酷但幽默、隐晦且浪漫的方式讲述出来，继而毫不留情地对整个国家多灾多难的过去进行尖锐批判。当小说的魔幻开篇展现在读者眼前时，人们难免会想起那位远在拉丁美洲的伟大作家。3月一个周末的下午，死去21年的戴维·阿尤从坟墓中复活了。他轻咳一声，清了清嗓子，才发现自己站在一片墓地当中。他解开裹尸布顶部的2个死结，接着开始解下面2个。他的头发奇迹般的生长，从某缕的破布中流泻而出，随即后的微风飘荡拂过地面，就像河床上闪烁的黑色第一。他的皮肤满是褶皱，脸色灰白且发亮，眼神却灵活地盯着棺木丛后那些放弃藏身之所的旁观者们。他自言自语地抱怨道：“人们如此邪恶，竟然将他活埋。”故事于是从一个死人的复活开始了。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的主编安妮·斯巴登问及，自从第1部小说《美丽是一种伤痛》出版后，你的极神奇与怪异、优雅与恐怖于一体的故事，常常被人拿来和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相比较，你是否认同这种说法时，埃卡则回答：“我能理解这种比较。我在大学时读了非常多马尔克斯的书，以及其他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对拉美的一切都很感兴趣，特别是出于政治原因。学生们不仅将苏哈托与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者做比较，还比较宗教领袖在社会中的影响力、神秘文化和贫困问题等等。相似之处太多了，以至于我们阅读马尔克斯或其他任何拉丁美洲作家作品时，都感觉里面的故事像是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某个热带省份一样。”从回答中不难看出，埃卡有意接受马尔克斯的影响。不过，就像余华说的，作家对作家的影响，好比阳光对树木的影响。重要的是，树木在接受阳光的影响时，是以树木的方式在成长，而不是以阳光的方式在成长。2004年，《美丽是一种伤痛》出版2年后，29岁的埃卡创作并完成了小说《人虎》。和篇幅浩瀚的《美丽》不同，《人虎》的文本精致而紧凑，故事谈不上离奇，但情节安排丝丝入扣，有着极为酣畅的阅读体验。小说开篇的头1句就带有强烈的马尔克斯风味。马前欧杀死的安瓦尔·严达特那天傍晚，凯亚加罗正满心喜悦地侍弄着鱼塘。这是环形结构叙事的标准开场，一上来便不留余地地交代最核心事件的结局。如果熟悉这种叙事模式，其实不难猜到这本小说的结尾。故事的高潮一定会定格在马前欧杀死安沃尔·严达特的那个瞬间。读者要做的就是跟随作家的叙事，一步一步后退到那个瞬间，去见证谋杀是如何发生的。同样使用环形结构叙事的小说，像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小说开篇写道：圣地亚哥·纳萨尔被杀的那一天清晨5点30分就起了，去迎接主教乘坐的船。而结尾则回到被杀身亡的那一刻，圣地亚跟纳萨尔从那扇自6点钟起就敞开的后门进了家，随后脸朝下倒在了厨房的地上。再比如海因里希·博尔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博洛姆，开篇写到一位年轻妇人来安刑事组组长霍尔特尔·莫丁的门铃，他向这位惊骇的刑事组长供述，在中午将近12点1刻的时候，他在自己的住所里开枪打死了新闻记者维尔纳·托特格斯。小说结尾则是这个年轻女人的自述：这时我已经拿了我的手提包，托特格斯跟着我过来拉我的衣服。我想，好吧，我们就测一下吧。我拿出手枪，立刻朝他开了枪，2次、3次、4次。理解这种叙事结构，人虎的内容便极易概括。在印度洋沿海的一座无名小镇里，少年马前欧杀死了好色且悠闲的艺术家安瓦尔·严达特，而这名死者恰恰是马前欧女朋友的父亲。围绕这一事件，叙事就此展开。凶杀案刚一发生，便立刻传到了侍弄鱼塘的凯亚加罗耳中，他急忙跟着少校和前来通知的老头赶往严达特家。路上，少校哑起来，
今天下午看见了马前欧拿着一把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生了锈的武士刀。老头子解释说，马前欧没有那把刀，而是活生生咬死了严达特。几个人匆匆赶到案发地，脖子被咬得血肉模糊，早已凉透了的严达特蒙着盖尸布躺在房间地板上。屋子里，妻子和2个女儿因为痛失家人正绝望地哭嚎，而小女儿马哈拉尼，也就是马前欧的女友，今早刚乘车返回大学读书。父亲被害的消息已向他发出，但路途遥远，拂晓前马哈拉尼无法赶回来。另一边，杀死严达特后满脸是血，嘴里气着死者脖子上一块大肉的马前欧独自游荡在足球场，稍晚一点才被人关进军分区的浴室里。第二天，严达特的葬礼仪式在凯亚加罗的主持下结束。少校前去军营看马前欧，一见面，少校还未开口，马前欧先平静地说：“人不是我杀的，是老虎。我的身体里有一只老虎。”在印度尼西亚许多地方，世代流传着一些关于虎的传说。马前欧很小的时候，经常一个人去离家很远的爷爷住的村子。那里，讲故事的人告诉马前欧，村里每个男人体内都有属于自己的雌虎，他的爷爷也不例外。但爷爷从不对马前欧谈起此事，直到去世前，爷爷才对马前欧说，如果自己的雌虎愿意的话，他可以去找马前欧的父亲，这样马前欧就得等父亲死后才能继承雌虎。但是假如雌虎不喜欢他父亲，他就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去找马前欧。爷爷说，那只老虎白得像天鹅，如果它出现在马前欧面前，希望马前欧能认出它。此后，马前欧一直在等待白虎出现，并时刻警惕地观察着父亲是不是继承了他。但过去多年，似乎没什么迹象表明老虎真的存在，直到杀人事件发生前的几周，似虎才突然出现，潜伏进了马前欧体内。这让马前欧欣喜若狂，他跟朋友说，如今我再也不是孤身一人了。但朋友误以为马前欧想表达的是，他再也不是处男了。回到惨死的被马前欧咬断脖子的安沃尔·严达特身上。很多年前，严达特搬来这座小镇，那会儿他还是个刚从艺术学院出来的毕业生，在海边靠卖画赚钱。因为给年轻的实习助产士塔莎画的肖像过于漂亮，女孩因此爱上了他。不久，2人结婚。婚后，严达特才知妻子继承了镇里一半的土地。一夜暴富的严达特从此不再追求艺术声誉，也放弃了职业画家的工作。每天除了和少校下棋、赞助村里的足球俱乐部外，剩下的时间全用来追逐姑娘、勾引寡妇、接纳投怀送抱的有妇之夫。在挑逗女人这件事上，严达特怀抱的热情要比对待艺术高得多。这是小镇里尽人皆知的秘密，但即使如此，安沃尔·严达特在大家心中的不道德形象也无法消除人们对他的尊敬。因为这个人除了好色以外，实际上风度翩翩，且从来无愧于大家对他的信任。马前欧和严达特虽谈不上素无交集，但也绝对是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更何况，马前欧还和严达特的小女儿马哈拉尼互生情愫，而严达特也从未反对过这件事。2人间既无血海深仇，马前欧痛下杀手，总该另有隐情。毕竟马前欧给人的印象是他从不惹是生非。这个男孩虽然脾气差了点，但很可亲。在靠打架斗殴释放荷尔蒙、吸引注意力的年纪里，马前欧是从不参与此类暴力活动的唯一的人。如果说马基欧恨谁，且毫不避讳地跟别人谈论自己的杀人想法，那个被杀的人也应该是他的父亲。马前欧邂逅雌虎的前一天晚上，还和妹妹马梅说自己想杀了父亲。而少校遇见马前欧拎着锈迹斑斑的武士刀的那天下午，少校想没收他的武器，尽管这把破刀连杀一只鸡都非常困难。马前欧问为什么，他只是锈没用的旧铁片。少校说，但是如果你想杀人，他还是能派上用场。马前欧回道，我就是想杀人。所有人都知道马前欧跟父亲关系不和，他父亲性情残暴，总因为一点小事就殴打妻子和儿子。但马前欧终归没机会向父亲释放这种怨意。就在安瓦尔·严达特被杀的前几天，马前欧的父亲塞尤布因病去世。所有人都替马前欧松了口气，连少校也在想，
这个孩子会因此变得快乐一些。其实马前欧自己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如此怨恨父亲，唯一能阻止他把狂怒变成暴力的，就是他对母亲和妹妹深沉的爱。这份爱让他不得不学着忍耐。但是当母亲又怀下一婴，而这个刚出生的幼儿仅存活1周就被安葬时，鬼混了几天的赛尤布回了家。他蹭了口为婴儿准备的斋饭，无耻地坐在厨房吃完了剩下的鸡，随后上床睡觉，鼾声如雷。看着父亲那张既无内疚也毫不在意的脸，再看看母亲哀痛无助的神情，马前欧再也无法忍受。他抓起家里唯一的锅，狠狠往地上摔去。巨大的声响震醒了赛尤布，两人对视，这次赛欧布选择了安静。从儿子愤怒的眼神里，赛欧布意识到，如今50岁的自己再也无力与眼前这个20岁的小伙子抗衡了。其后几天，两人保持着安全距离，赛欧布把自己深埋进房间，整个人变得无精打采，虚弱不堪。他猜测儿子可能已经继承了那头老虎，现在不应该再去挑战他。在走出房间时，赛欧布变得温柔，开始承担起过去从没做过的家务，一遍遍地扫地、打水、洗衣服，勤快到让女儿马梅为此担心。马莫能理解父亲的想法，这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正在发威的、徒劳无益地向他们讲和，妄想消除过去这么多年留给家人的残忍痕迹。但每个人都明白，他现在想重新开始已经太晚了。马前欧不毫不宽恕父亲，反而因为他的赎罪行为越发仇恨他。在终日的痛苦和实际上无法真杀死父亲的矛盾对抗中，马前欧筋疲力尽，最终选择了离家出走。没过多长时间，各种病魔找上了赛尤布，他开始吐血、乱说荤话，身体水肿，无法进食。在向女儿马梅交代了希望安葬在死去的婴儿旁边后，某天清晨，他的灵魂极其痛苦地离开了他臭气冲天的身体。马梅走进母亲努拉伊尼的房间，叫醒她，对她说道：“父亲死了。”努拉伊尼起床确认后，走进厨房，像往常一样对着炉子和锅开始自言自语。这个遭遇了赛尤布无数次毒打的女人，早变得有些神经质。阿梅靠在门边，在昏暗中不知所措地等待。但就在这时，马梅听到一声哭泣，一声从她母亲没有意义的自言自语中发出的呜咽，这让马梅极为震惊。她无法相信母亲竟会怀念那个在一生的婚姻生活中以各种借口生活，根本没任何理由去殴打她的丈夫。但马梅也确信，母亲并不是因为爱赛欧布才心碎，而是因为她已经习惯了和他一起生活，即使这种生活处于暴力之中、拳脚之下。赛欧布的死给他带来的痛苦和他过去所承受的痛苦不相上下。有时候，婚姻足以决定一个女人是走上幸福的天堂，还是一脚踏入无底的深渊。在准备嫁人的那一刻，谁不希望自己是前者呢？当努拉伊尼还是个小女孩时，她也憧憬过爱情。那时她一头卷发，有着圆圆而微胖的双颊。12岁那年，父母之命，努拉伊尼许给了25、6岁的赛尤布。因为村子里少有工作，赛欧布只好跟其他年轻人一起外出漂泊谋生赚钱。临行前，罗拉伊尼只跟他说了一句每个被抛弃过的姑娘都曾说过的谢求的话：“给我写信。”此后的日日夜夜，努拉伊尼等待着他，等待着他情意绵绵的细语翻山越岭地回到他身边。可是当其他女孩都收到了爱人的书信时，努拉伊尼没有。当其他女孩笑意盈盈地打开爱人从远方寄回来的礼物时，努拉伊尼还是什么也没有。漫长的等待消磨了努拉伊尼对赛欧布的期待，她不再打扮自己，只希望哪天运气来了，婚约能取消，然后另一个男人会来提亲，写信给她，带她去照相馆照相，或许还会送她一枚漂亮戒指和一台缝纫机，这样她就可以自己做结婚礼服了。开斋节前消失1年的赛欧布跟其他人一起返乡，去年还存在于两人间的亲密感，如今不复存在。夜晚他们去看戏，回家的路上，满嘴烟味的赛尤布强吻了努拉伊尼，这让努拉伊尼感到无比恶心。第二天，赛欧布又要离开，继续漂泊打工。出于礼貌，努拉伊尼去送他，
这次他不再向他说出给我写信之类的满含情意的话。塞欧布反倒先开口说了句：“你不想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吗？”努拉伊尼瞪了他一眼，为什么这个男人不在乎他时，他得关心他是做什么的呢？随后他轻蔑地问道：“你是做什么的？”塞欧布回答：“理发。”就这样，塞欧布每年开斋节前回来一次，然后再离开，直到努拉伊尼16岁，爱意早已荡然无存的她，最终还是被众人簇拥着嫁给了快30岁的塞尤布。新婚之夜，在婚礼上累得筋疲力尽的努拉伊尼倒在床上昏昏欲睡，在半睡半醒间，塞欧布粗暴地撒开他的双腿，毫无怜爱之意地进入他的身体。他拼命挣扎，但毫无用处。1个月后，塞欧布带妻子搬到了市场附近的椰子仓库，那里只有1张床垫、1个饭桌和几把椅子。努拉伊尼的生活质量大大下降，而塞尤布也逐渐显露出他禽兽般的本性。他对性的需求漫无边际，每当欲望上来时，塞欧布就强迫妻子就范，把他摔在床上。如果努拉伊尼拒绝，他就扇他耳光，踹他小腿，用水鹰砸他脑袋，不断虐待他，好实施婚内强奸。马前欧就是在这种暴力的性爱下怀上的孩子。又过了2年，努尔玛没出生了。在小仓库生活的8年时间，消磨了努拉伊尼的青春与魅力，他变得沉默寡言、邋里邋遢，而这一切又都被小马前欧看在眼里。马前欧7岁那年，塞欧布决定换个住所。他取掉了结婚时给妻子的戒指，然后在军营和小镇市场附近的足球场边找了个房子。马前欧不想搬走，离开小伙伴，塞欧布抓起藤条往儿子腿肚子上抽去，然后他们坐着牛车，拉着行李搬去了新家。一路颠簸，又穿过了一片豪华住宅。等到塞欧布拉开自家前门，全家人无比失望地站在他身后时，他们才知道塞尤布找到的新家是什么模样。这里光线昏暗，透着一股死亡、潮湿和悲凉的味道。夏天的湿气使门膨胀，开了就关不上，关上又打不开。屋子里还有一堆已经1年半没动过的腐烂垃圾，散发着浓烈的恶臭，蛆虫盘缠，老鼠横行，地面又湿又潮，黑乎乎地粘在他们脚底。他们花了1周时间打扫卫生，稳定下来后，塞欧布开始去市场摆摊理发。努拉伊尼还是老样子，尽可能地避开塞欧布，躲在厨房不愿露面。但和之前的沉默寡言不同，努拉伊尼现在爱说话了。他独自坐在炉前的小凳上，对着锅子说字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塞欧布明白了，努拉伊尼实际上是和这些不会动的东西谈心，同他们进行一种没人能听懂的对话。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经常惊惶不定。CEO 不觉得妻子大概是脑子出问题了，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他继续侵犯她，并当着马前欧的面把他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母子同病相怜，有时塞欧布也会痛打儿子，把他按到水池里，掐他耳朵，用椰壳砸他。小马不从不还手，也无力还手。他反抗的方式就是故意激怒父亲。塞刷不丢掉他的玩具，他就光明正大拿回来，气得塞欧不抓其他往椅子腿上摔。马前欧如果扮鬼脸，觉得还没打够的塞欧布就拽着马前欧的脑袋往木板上磕，直到头破血流。不过比起自己受到的伤害，马前欧更关心母亲。为了能让母亲少些痛苦，马前欧总会做些事来安抚她，哄她开心。比如给她找些礼物，或者自己去别人家打零工，挣了钱，马前欧就会给妈妈买几串烤肉或一双人字拖鞋，让她从忧伤中暂时缓过来。熊马前欧偶尔打零工的地方，就是隔壁富裕的安沃尔·严达特家。因为严达特没有儿子，所以每次需要做什么费力气的事情，他就会叫马前欧帮忙。严达特会付给他一点钱，留他吃顿饭。有时马前欧会和其他小孩们一起挤在严达特家的窗台前看电视，严达特也并不反感，而是会叫他们进屋。慢慢的，马前欧就和严达特的小女儿马哈拉尼成了要好的朋友。男孩忘记了是从哪个夜晚开始，女孩的脸第一次占据了他全部的想象，而女孩则是从他见到马前欧的那一刻开始就爱上了他。他们俩年龄相同，在同一所学校读书。马前欧早上会走到他家，他就在门口等待，
然后两个穿着校服的孩子一边聊着朋友的事，一边走过足球场。放学时，两人再有说有笑地走回来。不上学的日子里，马哈拉尼和马钱欧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起吃炸薯条。当学校干体力活时，严达特就像对待亲儿子一样对待马钱欧。因为马钱欧的勤快认真，严达特真心喜欢他。而比起自己的家，马钱欧也更愿意待在严达特家。再后来，严达特叫马钱欧问问他母亲能不能过来帮忙做饭，马钱欧就把母亲带到了严达特家。付出劳动换得报酬与尊重，这让努拉伊尼沉闷的生命重新焕发活力。更重要的是，安瓦尔·严达特为努拉伊尼提供了一种逃离方式，使这个悲惨的女人能暂时摆脱她那破碎且不可修复的家庭生活。因此，即使严达特的妻子塔莎不付钱给他，努拉伊尼还是喜欢去严达特家干活。他可以听严达特在书房里弹忧伤的歌，照顾他那两个堕落却美丽的女儿，给他们按摩煮面，照顾花花草草，细心地为这个家庭擦地板和玻璃窗。所有人都习惯了这种生活，没有人觉得这样不好。当然，除了努拉伊妮的丈夫塞尤布。塞欧不清楚地知道，妻子在严达特家重拾了快乐，这让他无比嫉妒。有时光是看见别人过得比自己幸福，就足以在其内心引发巨大的痛苦。回到家，怒火中烧的塞尤布便加倍惩罚妻子，用尽平时那些残忍的方法，拿藤条抽她，然后再强奸她。但是塞尤布还是无法阻止妻子出门，因为他自己也要工作。白天塞欧布刚一离开，努拉伊后脚就会去严达特家打扫卫生。而当塞尤布得知严达特付给妻子和儿子的钱比自己理发挣的还多时，塞欧布就明白自己对妻子的占有权正渐渐消失。日子过得太快，一转眼马钱欧就15岁了。他参加了少校的打野猪队伍，成了镇子里最优秀的猎人。再一转眼，马哈拉尼要去念大学了。一对青梅竹马，甚至是天造地设的恋人，但在马钱欧内心深处，这个小伙子一直提醒自己，他跟马哈拉尼的亲密只是暂时的。他喜欢她，因为她有一种自然的美，这个世界中理想的美。这种美是不存在于马钱欧的世界的。他总是告诉自己，马哈拉尼会找到一个男人并爱上他，然后很快忘记自己。而马钱欧也随时做好准备，终有一天，马哈拉尼只是自己回忆中的一个甜蜜名字。提着包送马哈拉尼离家那天，马钱欧内心凄凉，但分离对他而言是种解脱。不过马哈拉尼从不这样想，自儿时起，他就深深爱着这个男孩。大学一放假，他就会回到马钱欧身边，像从前两个人上学那样形影不离。他跟马钱欧讲大学里看见的一切，只不过现在他偶尔会鼓起勇气挽着马钱欧的手了。马钱欧继续他的狩猎活动，马哈拉尼继续读书，塞欧布继续理发，努拉伊妮继续去严达特家干活。严达特呢？严达特继续挑逗女人。某天早上，看了一整夜皮影戏的马钱欧回到家，发现母亲面露喜色。他从没见过母亲这样，双颊焕发光彩，圆圆的双眼比过去明亮，唇上涂了口红，脸上抹着脂粉，看上去水嫩嫩的。从不那么早起做饭的母亲已经准备了一桌子热饭、海鱼、椰子和菜汤。马钱欧对这种变化深感震惊，他询问妹妹发生了什么，妹妹也同样困惑不解。兄妹俩以为母亲心血来潮，但母亲的快乐确实与日俱增。没人能知道努拉伊尼的快乐来自那个叫安沃尔·严达特的男人。或许此前他是需要找事做，逃离破碎的家庭才去严达特家，但过了某个时点，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让他沦落的不是自己那颗近乎无私奉献的心，而是因为严达特追逐女性的本色被他妻子年轻时不曾拥有的美貌所触动，遂努拉伊尼陷入了幸福的深渊。当他在桌子边剥洋葱时，严达特会悄悄走上来，轻轻摸他的屁股。他转头刚要抗拒，却看见严达特那张文雅的脸上绽放着孩童般纯真的微笑，这让努拉伊尼如何也愤怒不起来。他只能嗔一声赶他走。情场经验丰富的严达特隔三差五便挑逗一下努拉伊尼，
而努拉伊尼的抗拒总是温柔又带点暧昧。这个一生都活在暴力中的女人，似乎头一次知道爱和别人珍惜是什么感觉，头一次知道被人从后面轻轻环抱住，心是如何激烈跳动的。她能感觉到严达特正深深挖掘着她的美，即使她戴着悲伤面具，严达特依然是能一眼望穿自己灵魂的人。其后的几个月，严达特得寸进尺，努拉伊尼欲拒还迎。慢慢的，也曾矛盾挣扎的努拉伊尼终于在内心承认自己是渴望严达特的爱抚的，渴望他强有力的双手抚摸自己疲惫的身体。她变得精神焕发，眼中闪烁着某种她从少女时代就未曾有过的光芒。她注意打扮更加活泼，她穿上几年前在开斋节时买的最漂亮的衣服，煮饭时逗着炉边的小猫玩。诺拉伊尼平时不喜欢宠物，现在却用灵活的双手抚摸小猫，嘴里轻声哼着歌曲。而这一切的变化都是严达特给她带来的。当她躺在严达特的床上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时，努拉伊尼仍为自己身体的大胆感到震惊。可是她也有一种蓬勃的、难以言述的得意。在昏暗的灯光下，在沙发上，在厨房的桌子上，在浴室的水池里，在各种各样的秘密角落，他和严达特疯狂而炽热地撞击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努拉伊尼的肚皮渐渐鼓起来。直到这时，马前欧才明白，母亲这几个月为什么会突然间容光焕发，像是变了个人。看着50多岁的赛尤布，马前欧只觉得他都这么老了，竟然还有生育能力。但赛尤布却没什么明显变化，仍对妻子漠不关心。努拉伊尼常穿着宽松衣服，蹲在地上做家务。赛欧布自然没注意到妻子有什么不同。等到迟钝的赛尤布最终也发现妻子怀孕时，这个男人的愤怒超越了以往任何一次。他野蛮地冲进厨房，把妻子拖到屋中间，二话不说开始猛扇妻子耳光，接着攥紧拳头往努拉伊尼面头上砸。努拉伊尼拼声反抗，拼命还手，尽力保护肚子里他挚爱的孩子。看见妻子还手，赛欧布就打得更凶。他抓起努拉伊尼往墙上摔去，努拉伊尼还没爬起来，他早冲上去将他再次踹倒。努拉伊尼趴在地上，狠狠地抱住赛欧布的脚。这个不屈朝的女人彻底激怒了赛尤布，他拽着他的头发骂他婊子。两人互相怒视，最终塞尔伯抄起烟缸摔到努拉伊尼脑袋上，然后离开了。父亲的狂暴把马前欧和马梅吓得脸色惨白，但这一瞬间马前欧也明白了，母亲怀的压根儿就不是父亲的孩子。自己的母亲跟别的男人睡觉了，这让马前欧发自内心的感到羞愧。母亲的不忠会让他和马梅同样活在别人对其不道德行为的指责声中，但马前欧也明白，他无法谴责已经承受了那么多痛苦的母亲，他也无法诅骂遭到了赤裸裸背叛的父亲。罗拉伊尼怀着别的男人的孩子，每天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对赛尤布而言，再也没有什么比这种事更令他痛苦的了。他心烦意乱地给人理发，差点剪下顾客的耳朵。他眼里含着自怨自艾的泪水，不想让人看见他在哭泣。他拼命说服自己，努拉伊尼会生下一个孩子，但这个孩子不是他的。在那短短一瞬间，他已经想向上苍和上苍安排的命运表示屈服。可是当他回到家，他无法对妻子的大肚子视而不见。他的脾气又上来了，再次打他，将他打得半死。可是当赛欧布离开后，马前欧发现母亲很快就恢复了过来，开始哼着歌打扮自己，对身上的伤痕无动于衷。他无法理解母亲那近似变态的好心情，她看上去那么愉悦，就像被人宠溺而不是遭人虐待。他在衣柜里找出一件米黄色衣服，穿上后腆着肚子冲出了家门。马前欧悄悄跟上，看着他走进严达特家。此前马前欧就怀疑过严达特，现在他需要求证这件事。他蹑手蹑脚地穿过门廊，溜进房间，透过一扇被深红色窗帘遮住的玻璃，马前欧看见了2具赤裸的肉体正在床上晃动。那一刻，马前欧为他们全身心地沉浸彼此而感到高兴。他理智地离开，走在路上很想哭。夜晚，马前喝多了酒，语无伦次地跟朋友说，
因为那个笑容，我原谅你和任何狗杂种睡觉。他不能再剥夺属于母亲的那一点点快乐了。他不再允许母亲做家务，和马妹一起照顾他，因而毫无畏惧地在努拉伊尼肚子里成长。但因为赛欧布的不断折磨，努拉伊尼变得瘦弱不堪，心力憔悴加营养不良，最终引发了早产。7个月时，努拉伊尼生下了那个只活了1周的婴儿。一家人还沉浸在悲伤中时，若无其事的赛欧布回到家，无耻地坐在厨房，吃完了剩下的鸡，上床睡觉，鼾声如雷。马基欧发怒，赛有不忏悔故事，于是又回到了马前欧，在矛盾挣扎下选择离家出走。离开的马前欧去了马戏团待了2星期之后，则游荡在镇子里的其他地方，直到有一天，一个公交司机告诉他：“你父亲死了，尸体已经开始腐烂。”马前欧才回去和妹妹一起弄完了赛欧布的葬礼。又过了几天，当马前欧正准备庆祝他家得到解放，期待一个野蛮父亲的死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愉快的生活时，马哈拉尼来找马前欧了。这再次掀起了马前欧内心巨大的痛苦。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后的马前欧，该如何面对这个跟他一起长大的姑娘呢？他只希望自己能摆脱这种尴尬的处境，但马哈拉尼却更紧地抓着他的手。他们去看露天电影，马哈拉尼向他表露自己的爱意。他太急于知道马前欧究竟是否明白自己那份深深埋藏在心底的爱，可马前欧心烦意乱，进退两难。他忧虑思考的是和马哈拉尼不在一个维度上。马哈拉尼问道：“你不喜欢我吗？”马前欧当然喜欢，比喜欢任何东西都更喜欢他，想要他，但又自认不配得到他。他只能凄凉地回答：“有些事你不知道。”一部影片结束，第2部又开始了。马哈拉尼仍在连番的追问，心碎的马前欧再也无力躲闪。他跟马哈拉尼说：“我们不能相爱。你父亲和我母亲睡觉，生下了那个只活了7天的小女孩。我父亲知道真相后，痛打我母亲，导致了早产。”这段话足以让这对未曾拍拖的有情人同时绝望。再也说不出话的马哈拉尼无声又无力地从马前欧身边起身离开。他穿过街道，抹着眼泪，一路哭着走回家。马前欧随后也回了家，现在他总算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他坐在前廊上，看着母亲养的花草，发誓要让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不幸从此结束。2颗心破碎了，但这无可奈何。他一直在那里坐到凌晨，思绪万千。外面开始下雨，雨水从屋顶的雨槽漫出来。他希望雨一下子下完，第2天他就可以去跟少校打夜珠了。他整夜没睡，2眼充血。天亮时还是毫无睡意，太阳冉冉升起，他晒着阳光在小巷里游荡。一上午他就心神不宁，到了下午，逛够了的马前发现自己站在安瓦尔·严达特家门口，进退两难。这里面住着的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让母亲快乐的人，他只想跟他谈谈。于是马氏又迎面朝严达特走去。他说：“我知道你和我母亲睡觉，她怀了你的孩子。”严达特没有说话。马前欧说：“娶我母亲，她会高兴的。”塞莱特紧张地摇摇头，断断续续地回答：“那不可能。你知道我有家庭。”他脸上的表情正显示出马前欧提出这种要求是荒谬且可笑的。严达特还不忘补上一句：“何况我压根不爱你母亲。”就在这时，老虎从马前欧体内扑了出来，咬死了严达特。从类型上看，《人虎》算一本犯罪小说，虽然有引入超自然元素，但所占比重几近于无。同时，整个国家的历史也被折叠成一瞬，浓缩进日本殖民时期留下的生锈的武士刀当中。削弱时代背景，自然意味着小说不再具备地域性。这个故事是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都会发生的故事。原生家庭的不幸、女性处境的弱势和困难性，以及暴力，都可以看作是人虎想要探讨的内容。只不过小说发来是描述问题、指出问题的艺术，作家不负责回答，回答该是政治家要做的事。当被问及书中老虎的形象是否代表我们内心的兽性时，艾卡说，人虎并不是一个弗洛伊德式的心理故事，但人们当然可以这样读。说实话，我写的就像真的一样，因为在小尼，很多人相信这种现象。
我是在奇怪的故事和神秘的信仰中长大的，但我不希望我的故事只是神秘。虽然这其中有神秘元素，我希望它们能代表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处理的问题和政治。总的来说，人虎的可读性极强，这得益于埃卡高超的叙事技巧。在人物刻画上，马前欧、严达特、姆拉伊尼、塞欧布戏份相当。从细节上看，反而是塞欧布这个形象更能体现作者刻画人物的功力。埃卡虽然将这个人描述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家暴男，甚至有关他的绝大部分情节都是他在殴打妻子，但在某些塞欧布独处的时刻，埃卡还是给了他几分怜悯和有别于畜生的底色。这非常考验作者对人类心理情感细微之处的敏感能力，当然也就在另一个维度上丰满了这个人物的形象。最凄惨的莫过于努拉伊尼，他本该走出糜烂而热烈的人生，但嫁错人毁了他。16岁，在父母之命还不具备反抗意识的他，便早早开始了他不幸的婚姻。而在一种系统性的恶中，女性的反抗又是何其艰难。当有了马前欧以后，这种艰难不光是作为妻子的艰难，同时还有作为母亲的艰难。他唯一的反抗就是隐忍，是跟炉子上的铁锅对话。什么是残酷？残酷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抵不上一口沉默的锅。人到中年，严达特的示爱给了他新的生命力。那时他有多么勇敢和无惧，他可以怀着孩子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即使这是别人的孩子，但他清楚这是爱情的。他本该如此，也应如此。他应该是煮着饭逗着小猫的去生活的，而不是日日数着身上又添了几道新伤。可是最终让他重燃生命力的爱情还是破碎了，女性再次遭受了残酷的欺骗。甜言蜜语，你侬我侬，实际上自己不过是他人情场上的玩物。从一开始，严达特就没爱过她，而小说的主人公马前欧只是不幸的家庭的产物。存在于马前欧身上的只有一个问题，也是所有面临原生家庭不幸的孩子们共同面对的问题，那就是逃还是不逃。不逃，人生艰难；逃走，心里不安。抛弃父母，断绝关系是自救的唯一解药，但这解药太难以验活下去了。大多数人最终也只能选择跟原生家庭无奈和解。马前欧没有逃走，最后导致了更大的惨难发生，难免不是一种来自命运的无情嘲弄。最后，关于这本小说，埃卡在后记中写道，有人会说人虎是日常犯罪故事和神秘信仰的混合体，也有人会在这本小说中看到印度尼西亚的历史，看到印度尼西亚社会和政治评论以及人类心理学的实验。但是它最初作为一个有关幽灵和神秘生物的故事的倾向性依然存在。而且我并不否认，我也受到了悬疑犯罪小说的极大影响。我经常把自己看作混血的一代，一方面又充满迷信色彩的本土信仰，另一方面又学习西方哲学。我把阅读小尼通俗小说和世界性小说融为一体，几乎把小说视为一个寻求娱乐的地方，同时也作为一种政治和审美表达的手段。我们不都是所有这些文化交叉所催生出来的吗？